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后强势逆袭成实力演员，赵丽颖有多励志？我在拍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春节期间没人陪我吃饭，我记得在她的房间里，她给我做了晚饭。赵丽颖在拍新《还珠格格》珠环公主的时候，导演当着大家的面骂了她一顿，看到导演态度不好，剧组的其他人也不待见赵丽颖。大年30，大家都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唯独冷落了新人赵丽颖。当时在剧组的张瑞雷知道这件事，就把赵丽颖请到自己房间，给她煮了一碗面条。赵丽颖记得这种饭局很久了。当她成名后和张瑞同台演出时，还特意提到这件事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滴水之恩得到了冲泉相报。后来，赵在拍《楚乔传》的时候，特意为张瑞的女朋友争取了一个角色。因为淋了雨，他总是愿意为别人撑伞。赵在拍的时候，一直惦记着被剧组嫌弃的孙坚，所以特意为孙坚再争取了一个角色。在超女舞台上出道的，曾经没有资源，张也不吝啬自己的资源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向张含韵推荐她。大火之后，赵丽颖成了娱乐圈的热点人物，工作机会和品牌代言层出不穷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但当突然邀请一个客串角色时，满脑子公告的赵毫不犹豫地抽出时间来帮了一把。谁能不爱这么热情善良的赵呢？2016年白玉兰颁奖典礼上，赵因为被面一张9元的兰花贴纸，一时间被团里嘲讽，多次被告知赵的廉价贴纸毁了整个造型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赵贴这个贴纸不管它的形状，但它只是为了掩盖他背上的可怕的伤。当初有一幕是皇宫锁沉香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的。为了确保真相，赵丽颖坚持不用体术替身，却硬生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后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一副悲壮的样子。结果，赵丽颖在地上几乎不能动弹，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，她才勉强爬了起来。按理说，在经历了100天的断骨之后，明显受伤的赵不得不休息几天，但简单治疗后，她放弃了康复，迅速投入到后面场景的拍摄中。没想到后面的高强度射击让赵丽颖的背伤越来越严重，以至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脊椎骨有了很大的凸起。正因为如此，赵丽颖参加了的每一次活动，穿正装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靠一些贴纸来掩盖自己的背伤。赵丽颖对自己的演艺事业很感兴趣，我真的是在为我的生活而战。19岁选秀出道时，她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演员。当时大家都不看好她是圆脸，甚至认定她的圆脸只能是配角。赵没有接受她的命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她打破了圆脸偏见，有了电视冠军鲁镇的传奇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。2014年鄯善发生火灾，赵很快就被人们注意到、了解和喜爱。2015年，花千骨让他成了正经的一线花旦。继《楚乔传》、《有匪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，赵的演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直到那时，每个人才明白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圆脸和瓜子脸从来没有优劣之分。为什么一双水晶鞋让赵丽在舞台上哭了？在2017年的除夕晚会上，赵多年的飞刀出现在现场，他代表所有萤火虫送给赵一双量身定做的水晶鞋。因为赵身材娇小，鞋子码只有34，这个尺码的高跟鞋很难买到，所以很多时候赵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只能穿大码的高跟鞋，后面留下很大的空隙，让他走路很不舒服。看到粉丝关心自己，送上这么一份温暖贴心的礼物，一向坚强的赵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但赵哭的不全是因为水晶鞋。其实，当主持人念到飞刀的名字时，
赵已经红了眼眶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飞刀是赵的忠实粉丝，因为对赵的喜爱，他亲自为赵剪辑编辑了许多高质量的视频。第一次面对自己的偶像菲菲，他很激动，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，没有和赵保持粉丝和偶像之间应有的界限。最后，在主持人的建议下，他短暂地拥抱了一下自己。为此，一个评论说，他拥抱了一下他的月亮，然后把他还给下雨的天空，然后赵结婚了。英飞道不仅没有脱粉，还穿上了人偶装为赵献上了祈福舞。我觉得这才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真正让人羡慕的样子。赵丽颖现场读粉丝来信，感动到眼眶红润，双向奔赴的爱令人泪目。事件现场还念出萤火虫给他写的信，歌迷写的信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赵丽颖生活愉快，做好自己，他们会一直在背后支持她。赵丽颖的赵丽颖也是被感动的泪流满面，她用无数的作品向歌迷证明他们没有粉错人，而且萤火虫也用行动证明你只有勇敢的做自己，我们将永远支持你。爱情双向奔赴，真是太棒了。在影迷见面会上，赵丽颖有一些无法亲临现场的萤火虫委托其他萤火虫之手，然后把信封交给赵丽颖。而且赵丽颖也不辜负厚爱，她接过主持人递来的信封，当场念出了萤火虫所写的内容。不过影迷们写的内容很简单，他们只是希望赵丽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然后做好自己，他们会一直在背后支持赵丽颖。总而言之，萤火虫就像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他们的话包含了对赵丽颖的关心和爱，而一直非常重视感情的赵丽颖，这次恐怕是要泪流满面。现场镜头下，赵丽颖的手臂显得有点粗，虽然大家都知道赵丽颖每天在家撸铁，但是她举手的那一刻，二头肌非常明显，看来赵丽颖真的很注重健身。婚前赵丽颖是圆脸，只是婚后生活不太幸福，现在赵丽颖单身后吃得好喝好。赵丽颖看上去元气十足，有匪王一博开心吃饼，赵丽颖的却被人抢走。周匪反应过于可爱。由赵丽颖、王一博主演的古装剧《有匪》。有匪讲述的是周匪和谢允两位峥嵘少年在3年后的重逢中，谢允曾救过周匪一命，又陷入了一场暗潮汹涌的阴谋。好在他们携手共进，周匪更是以破血刀名震江湖，在这英雄册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继楚乔后，赵丽颖再一次尝试了女侠角色，虽是同种类型，但又有别样风采。尤其在气场上，周匪的要更潇洒自然，活得更自我。比起身负重担的乔乔，周女侠的压力稍微小点。不过后期的节奏也没那么轻松了。而在拍摄现场中，网友发现周匪的可爱面也令人十分心动。当他和王一博各自手上拿着一张饼时，突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。一旁长发飘飘、英俊少侠模样的王一博正悠哉地啃着饼，而当颖宝也打量着手中的美食时，身后猛地出现了一只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的饼给抢走了。速度之快到颖宝都来不及反应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一脸懵的表情着实可爱。再看这幕后黑手，原来只是一个群演小孩，拿到饼后也没有急着吃，没在怕的站在姐姐哥哥们的身后。王一博转过身来，才发现搭档刚才经历了什么，便和他聊了几句，聊天模式开启，也没再计较什么。看到有人敢从赵丽颖的手中抢东西吃，粉丝们要忍不住的竖起大拇指夸赞一番，勇气可嘉。且看自家爱豆的表情，绝对是吃货一枚。当意识到手中的饼没了，一边转脑袋一边发懵的表情，让人看了哭笑不得。得而失去，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。但也有可能这抢饼是戏中的情节，也说不定。大家只是提前演练一番，纯属在对戏。不然熊孩子抢到饼以后早就开吃了。
哪会这般悠闲的到处晃悠，并不用太当真。不过颖宝的反应是真的有趣，或许发猛的表现是他的真情流露也说不定。美食当前，谁又肯罢休呢？